他是这个时代被遗忘的中场大师，他被誉为当今足坛最伟大的后腰球员之一。他是一位低调奢华的后腰，也是一位球商很高的球员。他重新定义了单后腰的踢法。据说，他是那位只有真正了解足球的人才会欣赏的世界级中场大师。前西班牙国家队主帅博斯克曾说：“如果你看整场比赛，你不会看到布斯克茨，但看布斯克茨，你会看到整场比赛。”是的，没错，他就是经常被球迷忽略的中场大师布斯克茨。大家好，我是有一点像布斯克茨的一例。今天我们来谈谈这位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国家队的绝对主力塞尔吉奥·布斯克茨。布斯克茨出生于加泰罗尼亚，从小展现出对足球的天赋和热爱，这得益于他的父亲卡洛斯·布斯克茨，他曾是巴塞罗那的替补守门员。受到父亲的影响，布斯克茨从5岁开始接受足球训练，并在7岁时加入了巴塞罗那的巴迪亚俱乐部，开始了自己的足球生涯。直到1999年，随着父亲离开巴塞罗那，加入莱里达竞技，布斯克茨也进入了莱里达竞技的青训队，接受专业训练。在2005年，布斯克茨加入了巴塞罗那的青年队，他与博扬科尔基奇、吉奥瓦尼多斯桑托斯、赫弗伦苏亚雷斯和马克克罗萨斯等球员一同成长。在那个赛季中，布斯克茨与球队一起获得了青年赛事的3项冠军。2007年，布斯克茨晋升至巴塞罗那 B 队，开始接受在当时还是菜鸟教练的瓜迪奥拉的指导。在那个赛季中，他共出场23次并打入2球，帮助球队升入西乙。瓜迪奥拉在执教巴塞罗那后，迅速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那就是将年仅20岁的布斯克茨提拔至一线队。根据《每日邮报》的报道，瓜迪奥拉在一次采访中提及了他在巴塞罗那的一段难忘的往事。他将布斯克茨从巴塞罗那 B 队提升至一线队，仅仅3天后，球王梅西便对他竖起了大拇指。瓜迪奥拉还透露，布斯克茨和一线队一起训练后，梅西又向他表达了对这位西班牙中场球员的赞赏，毫不保留地说：“我喜欢这个家伙。”这位年仅20岁的年轻后腰，身高1.89米，身材瘦长，速度并不出众，也不擅长投球。当时大部分人对他并不抱有太多期待。然而，布斯克茨即将向所有人展现他在场上那出色的大局观，还有如何重新定义了单后腰的踢法。在2008年9月13日的比赛中，巴塞罗那以1-1战平桑坦德竞技。布斯克茨在这场比赛中首发出场，并且踢满了90分钟，完成了他在西甲的首秀。巴塞罗那的传奇教父克鲁伊夫很少对球员过于赞美，但在观看了布斯克茨对桑坦德的处子战后，他在媒体上撰文表达了对布斯克茨的赞赏。他写道：“布斯克茨在技术上优于亚亚图雷和塞杜凯塔，无论是有球还是无球跑动，他都表现得像一个经验丰富的球员。当球到达他的脚下时，他以1-2脚触球就能让困难的事情变得相当容易，推动球队向前。在无球时，他总能站在合适的位置，拦截对手的传球，并快速夺回球权。尽管他年轻且经验不足，但他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在后腰这个位置上，如果要选择状态当红的亚亚图雷和初出茅庐的布斯克茨，这可能是一个看似不必做的选择题。99%的人可能会选择亚亚图雷作为后腰代表人物。然而，布斯克茨幸运地成为了那仅有的1%，因为他遇到了瓜迪奥拉。虽然瓜迪奥拉在布斯克茨的第1个赛季并没有让他参加每场比赛，但在重要的比赛中，包括对阵曼联的欧冠决赛，他都得到了上场的机会。在2008-09赛季，布斯克茨与巴塞罗那一同赢得了他职业生涯的首个西甲联赛冠军、欧冠、国王杯、欧洲超级杯、西班牙超级杯以及世俱杯等6项赛事的冠军，实现了俱乐部的大满贯，并站稳了主力轮换的阵容。此外，他还荣获了欧洲最佳新秀奖和西甲年度进步最快球员奖。与此同时，他的出色表现导致亚亚图雷失去了首发位置，最终黯然离队。亚亚图雷离开巴塞罗那时曾表示：“我是因为布斯克茨才离开巴塞罗那，他确实非常出色，但我也不想一直坐在替补席上。离开巴塞罗那是我职业生涯中最艰难的时刻。”从此之后，布斯克茨一直在巴塞罗那占据着主力后腰的位置。而巴塞罗那的黄金传控中场也正式进入布斯克茨、哈维和伊涅斯塔的时代。在巴塞罗那巅峰时期，被媒体和球迷誉为地表最强或梦三的年代，当梅西、哈维和伊涅斯塔早期被大部分球迷视为拉玛西亚的传奇时，与之相比，
布斯克茨的影响力似乎并不如他们那样耀眼。然而，布斯克茨的不引人注目，更多是因为他所承担的后腰职责所致，而并非他的表现不够出色。正如哈维所说，球迷更喜欢看进球。过人，很少有人能理解布斯克茨这样球员的作用，大家没有给予他应有的赞赏和认可。如果说梅西的足球是不需要理解的，那么你如果不理解布斯克茨的足球，就无法理解巴塞罗那梦三时代的传控足球。如果说梅西是巴塞罗那历史上最辉煌时期的前场绝对核心，那么布斯克茨绝对是巴塞罗那历史上最低调的中后场核心球员。2009年4月1日，布斯克茨接到了西班牙国家队主帅博斯克的征召，随后在与土耳其的比赛中，他在比赛结束前的最后16分钟替换大卫·席尔瓦出场，完成了他在国家队的首秀。在2010年6月11日的南非世界杯小组赛首回合，西班牙对阵瑞士的比赛中，主帅博斯克在选择首发阵容时，并没有选中2008年欧洲杯的主力马克斯·塞纳，而是选择了布斯克茨。由于他是队中最年轻、经验最少的球员，这引起了许多球迷的质疑，他们怀疑他是否能够胜任如此重要的角色。结果，西班牙0-1负于瑞士，球队的丢球也与布斯克茨有关。他在第62分钟被纳瓦斯换下。赛后，西班牙媒体指责他在对哈维的保护方面不够出色，防守表现疲软。西班牙球迷当时开始怀念塞纳。前西班牙国家队功勋主帅阿拉贡内斯称，阿隆索与布斯克茨不该同时首发，他们不具备后插上能力，这是一种浪费。然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博斯克继续信任布斯克茨，将他作为西班牙国家队的主力后腰出场，并让他打满了整个世界杯赛事。最终，在7月11日的世界杯决赛中，伊涅斯塔的绝杀球帮助西班牙在加时赛中以1-0击败荷兰，夺得了西班牙国家队历史上的首个世界杯冠军。夺冠后，主帅博斯克这样评价布斯克茨：如果我要在这支夺冠的西班牙队中选择一名最佳球员，那一定是布斯克茨。这充分展示了布斯克茨在西班牙国家队中的重要地位。2012年7月1日，西班牙在2012年波兰乌克兰欧洲杯决赛中以4-0的大比分战胜意大利，最终获得2012年欧洲杯冠军。布斯克茨再次以主力身份代表西班牙国家队参加了所有比赛，并入选了欧洲杯最佳阵容。两位不同的时代的西班牙国家队主帅都对布斯克茨给予了高度评价。博斯克说，布斯克茨展现出领袖气质，他是一名能够提升队友表现的球员，无论是在进攻还是防守上，他的作用都至关重要。而恩里克也曾这样赞美他：布斯克茨的踢法就是后腰的说明书，他是独一无二的防守型中场，一旦上场就是一种可靠的保证。作为一名非典型的防守型中场，布斯克茨的价值并无法诠释在明显的数据上，他的可靠主要展现在他稳定的状态、低失误率以及他那独特而优雅的控球技术上。在比赛中，凭着他那看似简单的组织能力和精准的传球，他不仅掌握着球队的比赛节奏，还能够控制着场上的局势。的确，他在场上的时候，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国家队的表现也会流畅很多。34岁的布斯克茨为西班牙国家队效力了143场比赛。随着他宣布从西班牙国家队退役，这一决定也象征着西班牙足球黄金传控时代正式谢幕，从历史舞台上退下了。布斯克茨无论在巴塞罗那还是西班牙国家队，一直备受克鲁伊夫、瓜迪奥拉、博斯克和恩里克等名帅的喜爱。虽然布斯克茨缺乏凶猛的抢断和不知疲倦的奔跑能力，没有卡塞米罗的绝对身体素质，也没有坎特的顶级单防能力和速度，更缺乏弧顶的远射威胁和全面覆盖球场的体能条件。然而，他仍然能够力压罗德里和德容等顶级中场在国家队和俱乐部中稳坐主力位置。除了相对出众的身高外，布斯克茨看起来似乎并不像一个被称为伟大中场大师的人物。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成为各大名帅的无价之宝呢？布斯克茨的成功之处在于他在关键时刻总能准确地将球传递到正确的位置，或者在需要放慢节奏的时候控制比赛的速度。简单的说，他擅长在攻守之间进行衔接，能够迅速将进攻转化为防守，以及将防守转化为进攻，并具备出色的防守位置感和预判能力。布斯克茨与传统的后腰不同，他与伊涅斯塔和哈维的类型也完全不同，也与皮尔洛、齐达内等中场指挥官有所区别。他重新定义了单后腰在进攻与防守之间扮演的角色，形成了他独一无二的风格，与人们通常理解的防守型中场完全不同。
在瓜迪奥拉执教巴塞罗那期间，布斯克茨是他设计的攻防转换中的关键人物。他能够根据情况选择暂停进攻，回传给中卫，或者将球分给边后卫展开边路进攻，也可以直接传球给哈维和伊涅斯塔等前场队友，让球队进入进攻状态。同时，在无球时，他成为中后场的主要传球接应点。当其他队员不知道该怎么做时，可以将球传给布斯克茨，让他做出决策。布斯克茨的足球魅力源自他在战术层面的智慧和决策能力。简单解释一下，如果说哈维负责的只是确保巴塞罗那庞大的进攻机器运转起来，那么布斯克茨则是负责确保巴塞罗那在最适当的时机实现攻防衔接。尽管人们常说哈维是巴塞罗那的大脑，但这是在布斯克茨将球传给他之后才能发挥作用。在此之前，布斯克茨才是巴塞罗那进攻与防守之间如何衔接的大脑。这10多年来，他凭借自己的努力，让许多人对防守型中场有了全新的定义。遗憾的是，仍然有很多球迷无法真正理解布斯克茨在球队中的重要性。许多人认为他的能力依然无法与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国家队的其他球星相提并论。然而，当你真正理解布斯克茨的足球时，你也就真正理解了他的足球哲学。当然，低调的布斯克茨在场上也经历了一些争议和负面事件。在2009到10赛季欧冠半决赛，国际米兰的蒂亚戈·莫塔在带球过程中举起手臂，似乎直接推了布斯克茨的脸，布斯克茨立即倒在了地上。这一动作导致莫塔被红牌罚出场外，并将缺席接下来的欧冠决赛。倒地后，布斯克茨从指缝间偷看的一幕被无孔不入的摄像机捕捉到，这引起了媒体和球迷的批评，认为他明显假装受伤。在2011年，他曾被指控称呼皇家马德里后卫马塞洛为猴子，但欧足联最终因证据不足未对其进行处罚。除此之外，他有时会在裁判的盲点犯规，并且在自己被侵犯时也倾向于夸大反应。这一系列看似卑劣的事件使得他备受指责。在2023年5月，布斯克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将在赛季结束后离开巴塞罗那，结束他在这支球队长达18年的职业生涯。是时候宣布，这是我在巴塞罗那的最后一个赛季了。这是一次难忘的旅程。我从小就梦想为巴塞罗那效力，在电视上看比赛，但现实已经超越了我的梦想。在5月15日的西甲第34轮比赛中，布斯克茨首发登场，并帮助巴塞罗那以4-2的比分击败了西班牙人，提前4轮锁定了西甲冠军。而在5月29日的西甲第37轮比赛中，巴塞罗那以3-0的比分战胜了马略卡，这也成为了布斯克茨作为巴萨球员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布斯克茨是一个懂得选择时机离开的球员，他的离开决定就像他在场上传球一样干净、理智。与前西班牙队长拉莫斯被告知不再入选国家队，以及队友皮克被告知不再重要后选择退役相比，布斯克茨并没有遭遇同样的情况。即使是以智慧著称的哈维，也无法与他相提并论，因为哈维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上最终被博斯克放在了替补席，而在恩里克回归巴萨的赛季中，他也被安排为拉基蒂奇的替补。尽管这一次哈维一直在说服布斯克茨留下，但他还是选择了离开。这可能是他选择最佳离开时机的一次。因为作为巴萨队长，他将以最体面的方式举起联赛冠军奖杯离开。即将在7月份年满35岁，布斯克茨已经为巴塞罗那出场721次，仅次于梅西的778次和哈维的767次，位列巴塞罗那历史第2。在过去的18年里，布斯克茨为巴塞罗那取得501胜90平128负的出色成绩，并赢得了32个冠军。在2011到2012赛季和2015到2016赛季，布斯克茨2次帮助巴塞罗那加冕5冠王。这样的出场数字和夺冠数据已经充分说明了布斯克茨的实力和职业素养。尽管巴塞罗那近年来经历了一些动荡，但布斯克茨在场上的表现一如既往的可靠。哈维曾说，每当教练宣布球队比赛名单的时候，我总是在寻找布斯克茨的名字，即便我不是首发，只要有他在，我就会很安心，因为我知道他能够保障我们的战术有效执行。在布斯克茨告别巴塞罗那的日子里，尽管他尚未确定下一站，但他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他不会加盟任何欧洲球队。与哈维和伊涅斯塔一样，布斯克茨不希望与巴塞罗那交锋。也许他会接受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新月队的邀请，或者选择去美国大联盟踢球，因为迈阿密国际队对他已经持续了数年的追逐。无论如何，布斯克茨的离开意味着2008至2012年的梦三王朝球员已经全部离队。
这也象征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布斯克茨也许没有像梅西和哈维那样耀眼的光芒，他的评价也很难与他们相提并论。人们常常用相同的标准来衡量后卫、中场和前锋，却忽视了不同位置所需的不同技能和对比赛的理解。毫无疑问，布斯克茨被认为是这个时代最好的后腰球员之一，只有那些真正了解他价值的人才能体会到他的伟大之处。他的名字和杰出的成就将永远在巴塞罗那和西班牙国家队的足球历史中留下璀璨的印记。也许不久的未来，我们会看到一位像瓜迪奥拉、恩里克、科曼和哈维一样的前队长成为巴塞罗那的主帅。好了，这一集就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我们的影片。如果您喜欢我们的作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给我们点赞并分享我们的影片。您的支持是我们创作的最大动力。我们期待下次再与您见面。